AG 这边其实空空儿、鲁班、大师以及盾山都还没有用过，而对手的话，空空儿和盾山就已经用过了，都得搬。这把对于 AG 来讲，他后续间的班位只要他不想放给对面鲁班大师，他就搬一个就好了。除非他想放出来打一打。先搬的是沈梦溪，就看这手鲁班大师哦放了，一个接一个放出来打。 就跟刚刚评论席所预测的是一样的。搬的是关羽，那就是你要接鲁班大师，我就是有可能是那套元辅还在的，对，元辅还在。对。天龙腾渊，我不接，秦九也不接了，就现在选择了让 AG 去接。一剑中，你要不接的话，秦九反手也能再接，配个鲁班大师。 然后这个鲁班大师当个开团，后边看能不能配王昭君。只和理想结盟，直接纯洁历史。对着对手马超，针对一下敖乙。不好意思，只是验证一下新招式。马超加上元辅，摆出了一副就要你拿鲁班大师的这个样子。是的。但秦九可以去针对这个元辅的体系做一些选择了。 看一些冲阵比较强的英雄，强冲能力，然后包括爆发比较高的英雄。晋加蒙恬可以接拿，马上就能体会。如果他要出晋的话，世上无人成功之事。吃差，而且也不是个摇摆点啊，就是3个很明显的爆发和冲阵的英雄。对，那这把目前来看没前排，要在游走位去补了。已经放弃了做个淑女。 就还是把虞姬做成一个抗压点，下路去对到姚颖。他这个主要是防的是晋跟敖颖这2手的伤害，包括吃差。对，这个虞姬的2技能显得尤为的关键。不过这个组合好像在线上就没有显得那么的强势了。而且包括虞姬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在后期完完全全当成一个真核去打的射手，基本上就做一个抗压点。AG 后续的班位给到了苏烈，然后扳手嬴政，秦九扳掉了海月、金蝉这些能保的中单，对，都是限制进场的。看一下 AG，南方这边的话，他其实能冲阵配合开团的还有张飞，对。应辅的话就是张飞廉颇这种，哦，武则天都搬了。 然后 AG 是最后一楼搬掉了火舞，因为9寒之前的女娲也用过了。长耳法师的话，如果他选干将的话，合太多。是。吾乃神巫大司命。来一把大司命。有前排了，把中单留一留。就看秦九这个辅助位怎么选了。刚刚我们提过的张飞跟廉颇是现在看下来比较好用的前排。啊，中单位置最好也。 王昭君，那就得选一个跟他能接 combo 的。那鲁班大师还是在外面的。对，我思故张良王昭君打 AG 超玩会。哇！就首先这套体系，大家明显会感觉到现在的出场率变得相当低，因为一个是他抢节奏的成功率，现在大家随着熟悉了以后就变得太低了。 也很好去预判。对，就很好预判你，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完成那种理想的 combo 链。 女娲打张良王昭君非常好用，但是面对到晋跟敖颖，他团战还挺难受的。是的 ，AG 的整体它的双核成型都会比较慢一点，就它双 C 成型会比较慢一点，然后包括他们整体是比较吃前置的一些消耗的。那这把讲到了一个元辅选出来之后，它是一个对线型辅助，特别显著的对线型辅助，而跟他对位的张良是一个节奏型辅助。是个游走 gank 抓人特别厉害的辅助，两边的思路应该是不一样的。AG 这边如果围着虞姬打，但讲到了虞姬不是一个前期像狄仁杰那么强的一个压线射手，他有点偏抗压，所以元辅这把到底先帮谁？他会不会帮马超？他会不会帮马超这边解决优势啊？因为这几个英雄看下来，好像马超这条线更容易去帮出优势，而且感觉这个阵容选完了以后，马超是帮出优势了以后最能够在团战发挥效果的一个英雄。 因为对面其实就是张良的这一手大招嘛，对吧？给完了以后，其实马超的整体的一个拉扯，其实这把还蛮有环境的。
这把讲道理，看到这个张良王昭君之后，冉翔的大司命是挺难受的，因为他对永远是开视野站前面最前面的那个，很有可能这把张良王昭君那一套就是先盖他，前期尝试去击杀他，这把能帮大司命拆火的英雄又比较有限，基本上就是靠一手女娲，对吧？虞姬不可能去交个大招闪踩吧，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但是大部分需要女娲过来帮他拆火。才能把它解救出来，而且前期元辅回复量不够的情况之下，确实不好保。是的，所以到底是张良这一套他的gank成功率更高，还是说 AG 他发育一定周期了以后呢，他们的续航能力更强，持续性的去打推进和消耗？而且就像刚刚我们看到张良、王昭君一瞬间选出来的时候，一是太久没有见到这套阵容了，还有就是秦九在自己抢分的这一小局，在 AG 的主场。打到 AG 之前那套吃分体系，是的，张良、王昭君这套体系大帅非常熟。对，因为去年他们这一套体系就是非常吃分的，当时他们张良这一套的胜率是17次选出来94%的胜率。我们来看一下吧，双方抢赛点这一小局，蓝色方同样请酒，红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我是解说雪，我是解说潇洒。来，秦九的这波换线，让王昭君去下路。比记载中更为惊人。然后两边的游走都是一个边开，先帮对抗路，各自把前期作用不是很大的咖位都放到了发育路，上路马上直接开疾跑桶，过得很好，消耗的状态也不错，直接逼出了吃差一手闪现。是的。再回家控一手劣质。小凡的女娲是直接上去帮忙控空间之灵了。没办法，元辅他就是一个对线比较厉害的英雄，他去哪条路基本上会在前期拿到一个优势。你张良只能等4级。哎，吃差这个位置，他走出草了，直接被对面给看到。还行。然后过来卡一下。成为5分。其实马超跟元辅那个台字做配合的时候也会有点怪，他得适应。他突然间的一个闪烁，有的时候那个枪你要往脚下放的话，可能一个闪烁出去，枪没捡着，人先出去了。是这样的。走吧。成为5分。来转中一起吃。但整体 AG 阵容的消耗能力还是更强一些。秦九这边的话，等一下张良的4级才能够比较好的找第一波的节奏。是的。那一天，冉翔的第一视角，遇见了女神，应该预购了一个抵抗之靴。这波拉扯是拼了一下，吃差拿到了。渲染为此还开了个疾跑。王昭君没4级，要靠他自己单去动一个马超还是比较困难的。近的位置有想法，他要过来拼城再跑。哇，升颠这波个人的想法很到位了。是的，而且确实也拼到了。他抓了一波大司命，也去刷新的时间节点，提前藏到了那个蓝心草。然后再等大司命过来，大司命跟他拼城的话肯定不好拼。虽然前期还有野区保护机，但是尽是双场。黄金这波是2技能，想要去动一下，然后小凡交了一个闪现。这不张良大招还没交，那张良就有机会了，他有闪现的，可以找一些落单的点。这个阶段刚刚生死的张良跟王昭君做配合的话，对面都没有防装，而且几乎同等级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伤害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已经联动起来了。他要闪现，虞姬开2直接加速跑了。是的。但是这波回中要被卡，大司张良的这个命直接位置卡在了这里。闪现没了，那这个先手权就不好找了。会回到 AG 的手上，因为一旦张良这个点没有闪现的话，他们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打先手，大司命可以频繁拉扯。张良没闪不太好，直接去开先手了。对，他的目标选择就有限了，就谁站前面你可能打谁，要么就是靠蹲草。就是说张良、王昭君这一套现在比较难出节奏的原因，其实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个预判。
就是2条边路来回找机会。这波是直接往上转了，来到了红区找马超找了。到了。中路的位置也打了起来，上路的位置直接摁住，应该要接 combo 了呀！一套技能砸上去，吃叉补上伤害，超杀2技能，第一滴血到手。这一波无旋的吃叉很果断，直接闪现过去补的伤害，等于秦九是在4分之波放弃了争夺暴君，直接选择在上路找一波节奏。但是神殿的这波镜被打残的话了，红 buff 就要掉，要追，这波直接照镜收掉了。小鱼是闪现做了波追击，这样一来红区再掉，打野对位就有点难受了。两边在4分钟龙团都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和布置。就南风和九寒这边的话，你看到他们是中轴被卡了以后，直接绕着自家的红到蓝，然后再到对面红。我说怎么一溜烟2个疾步鞋直接溜到对面的红区去了？你看，是的，他们直接是往后边找到了一个马超可能会藏身的位置。马超这波没办法，真没办法。然后主要是后续 AG 他的一个处理。其实我觉得是有因果循环的，因为升巅之前他不是去蹲了一波大4跟蓝去刷新嘛，导致他自己的野区速率慢了一下，所以导致在暴君4分钟刷新的时候，他自己的红 buff 刷新的慢了。他没什么事儿，过去看了一眼龙，结果自己 buff 还没刷，然后就被追着一路打，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把这个 buff 先秒了，因为这个刷新时间的问题。对。如果你每波 buff 刷的第一时间你都在的话，那其实会 buff 会比龙要早刷一点点。恶毒天命。现在张亮王军是把自己的视野给藏了起来，然后打131的一个分带，想蹲一波。那说实话，元辅的台子能给视野也不好蹲。对。就元辅可以站在一个相对2技能极限的位置去探那个视野，然后女娲站在身后。你如果张良闪现上去摁这个元辅，元辅首先他作为一个辅助可以吃1套，然后女娲就进行拆火，他自带净化，只要把你张良大招拆了，那他净化就能解掉王昭君的控制。对，这就是 AG 他到底该如何去做拉扯一个底层的逻辑。净化过来想动手。找到大孙女，大孙女知道了张良的一手大招要直接被秒掉了，全技能都交给了。吃叉还想追，敖影也是往前飞的，落地了以后闪现对闪现，2技能躲了一下，小鱼是没死的。这波3火灌到的是元辅身上，没错，秦九是击杀掉了2人，一波果断的出手，由升巅的镜开启的一波团战。然后再由刚刚回城的2位张良这边的一个大招，直接给到了压制接爆发，然后莫冷那个大招是往前飞，给到了不错的一个恐惧效果。无旋这把打，哎，先看这波红 buff 直接要秒，哎，最终是被冉翔又抢回去掉了，对。这个反转来的太快了。两边这把打野都是希望在对面的 buff 刷新的时候去做点事情。是的。中路不好推啊，有王昭君镇守。压不进去。王昭君打这种推进体系还是挺厉害的，能够有效的阻止对面的推进节奏。他手打太厉害了，而且他容易去分割掉对面的阵型，尤其对面是这种站装设的时候。当时成为我们，长蛇得名。上路虞姬先发育。整体镜这一把的经济和吃叉的经济都是比较高的，他的上野。刚刚想说的就是无旋这把吃叉，他打团身打的挺果断，这个伤害跟的，包括下路那波留人，直接闪现就进去了。他可能跟莫冷的敖影已经沟通好了，敖影也是往前直接去留人。换这样节奏，但是这波秦九会更赚一点，因为他们把下路的2塔推掉了。现在主动的视野是由秦九占领的，是的。所以 AG 这边想进河道有些困难。他只能慢慢的去摸出这个视野来，就利用大司命和元辅的台子。王昭君直接盖大，最终拼惩的话是升巅的镜，再次反到这个 buff。回头再开龙，开奔狼，直接往对面红区挤。吃叉这边已经看到了，直接果断的闪现捏一套爆发，全打在大司命身上，再进红。拆不了。这就是集火，直接就看到谁先秒谁。爆发足够高了。哎，马超这波过来，知道对面没什么技能，但第一时间自己也不太敢进场，只能消耗一下。
这个奔狼的 CD 以及张良闪现的时间，对于 AG 来讲是要牢牢记住的。对，只有这样，他才能预判秦九的下一波节奏。而且只要他有这样的一个预判，躲过秦九的第一波出手，其实他们是有反打的一个能力的。但恰恰是因为秦九，我觉得他们这几波张良玩的是比较聪明的。哎，中路的位置又抓到了一波机会，大帅一个人，在比较靠前的一个河道这个中而且这波路的位置啊，线还没对接，对，身边空无一人，也没有人可以帮他去做柴火。这2波张良的节奏抓完了以后，秦九能够一直卡住差不多3/4地图的视野了。这2波节奏出的全都是以多打少，嗯，是张良王人军最喜欢的。对。一起，不同的未来。主要是秦九他们这一把游戏打的是不怎么恋战的，他们就是我一套技能好，我几乎秒完后，所有人第一时间往后撤，然后等技能 CD， 等下一波节奏。所以就让 AG 哪怕想反打也抓不到什么机会。蓝 buff 一直在被控。嗯。AG 现在只能守住中1，然后边路的马超是带不出去线的，所以他们守中的时候不太好前压，因为马超第一线过不来。没错。10分钟到了，这波消耗的还不错，敖影是被打残了。马超跟进单挑，进的大招也被打出来了。看一下 AG 要不要趁着进大招 CD 这段时间直接去拼龙。没错，正面要开始选择直接 run 龙了。敖影是一个绕后位置闪现过去，但是虞姬大招一踩，2技能再一规避，但赤叉切到了虞姬，正面直接打了进去，要定住女娲，无旋切掉了双 C， 直接找到双 C， 再回来收残血的大司命。这波团战秦九直接打赢了。无旋这把表现真的非常的好，非常亮眼，每一波进场都打到了 AG 的痛点上，而且他还能追，他能赶着这个大司命，防止他去回城，因为下路是没有减速带的。大司命已经跑不掉了，没错，他只能争取一些时间。无旋无下路的话，人能倒，甚至没有减速带，这个高地是没问题的。想一波的话，对面是能复活，线也不太够，线也不太够，可以收野区。这波团战的 top 伤害也是由无旋的吃叉打出了2万多。他进场的那个机会抓得太好了，因为有人给他铺垫呀，莫冷，他从中右的那个长条草直接绕过来之后，一个闪现风龙魂加上1技能，一波3火灌到了小鱼虞姬身上，给到了压力，小鱼必须要交那个2技能。这个2技能持续的时间快到的时候，吃叉已经贴到虞姬脸上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跑，交闪都拉不开距离的。对的，这吃叉是一定能把伤害灌到你身上。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波团。看莫冷，他从中路进的右侧长条草打的先手，因为进已经没大招了，这个时候他来破坏 AG 的阵型，然后就吃叉进场，这位置怎么跑？还一个1技能精准的把女娲给推出去，瞬间打掉 AG 双 C， 而且这条龙也是秦九直接又拿了过来。我们看到无旋啊，他这把的伤害占比35.5%，他这把打的真的很好。上了那波关键补伤害，包括下了那波关键留人，以及关键龙团的时候对于双 C 的击杀，他现在单挑马超都不成问题，这个经济随便打。他们的上野都已经是1万的经济了。现在 AG 已经出不来了，这套推进节奏已经没有了优势，只能防守拖到这个阵容的大城。这是虞姬，这里有个神装。因为虞姬神装的时候，对面大部分人都神装了。毕竟你是个逆风。然后女娲的话，这把也是稍微有点穷啊，她的成型也需要再等一会儿。女娲起码得有法穿啊。哎，无旋在侧面给到压力，就是为了把线送进去。一个剑落群星打 AOE 消耗。哎，但正面冲出来，女娲跟了一个大招，敖影瞬间交大招，莫雷反应好快。侧面有个吃叉，能够掩护队友撤退。对。这波 AG 在中路高地防守保住了一波蓝 buff， 但红 buff 依旧是被秦九牢牢的控住。还有20秒左右要刷下一条龙了。秦九可以先在上路过一波线，因为现在无旋是一个比较无敌的状态。
这条龙 AG 应该不会出来，现在经济差太大了，8000左右的一个经济差，现在出来打的话，真的是保不住女娲跟虞姬。对面刺客太多了。这个上野也是一个双切，甚至加上发黑路3切入，瞬间能够威胁到女娲跟虞姬。是的。元辅他不是一个拆火能力特别强的辅助，他是一个真的打推进细水长流式的辅助。就慢慢的通过自己的消耗，然后回复，取得状态上的优势。但是面对突然的突进，他是一点招架不住啊。开奔狼过来压一波视野推中塔，这样的话，吃叉和张良就可以从侧面去给到一些威胁。小鱼的虞姬刚刚做出破晓，然后女娲这边的话是做出帽子。看看秦九在进攻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种急的操作？他们想要卡一波张良闪现 CD， 马上好。再等。好了，已经在找位置了。进，万有进去逼出了一手虞姬的2技能，然后就吃叉瞬间进去，直接切掉，横扫进去秒掉了。女娲也倒了，这配合太默契了。张良大招摁住，然后接了一手动，但后续没有爆发跟了，所以渲染这个马超活了下来。对，后续团是得慢慢打了，因为无旋的吃叉已经倒了。这配合是真的非常默契啊！这个镜不用大招的情况之下骗出了虞姬的2技能，然后无旋真的是无条件就直接上了，对，顶着对面所有人。是的，当着你的面就是要硬切这手虞姬。这波看秦九的动作是有点想打终结的，想打一个多打少，进大招已经好了。压位置，先打大司命，有点扛不住，切了一个复活甲，大招一做，准备了一些时间，然后把张良就给斩死了，自己吃破可以站起来，甚至在侧面找到了个残血的马超，马超回去了，马超要回去补状态，那大司命要倒在里面了，但这波线是清掉了。大帅还想追，但他的伤害不太够，要看女娲这发大招了。是的，一个大招被躲掉，这就没招了。但这波非常的惊险，守住了。这条暗影主宰的话，因为冉翔大司命阵亡，所以 AG 应该是没有什么想法。秦九补一波状态就可以把这条龙拿下。对，主要是接下来 AG 他的这个线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而张良加上奔狼，等一下，这吃叉的位置，他有被动的，直接叠了一套之后可以先打残马超。成为我们。那虞姬保住了一个红 buff，4个人想过来看。先秒龙，王上军一个大招封了位置。想从镜手中抢龙，在没有打野在的情况之下，还是非常困难的。是的。还有破军，斩杀线太高了。吴璇现在玩的相当自信啊，因为他也吃准了有一件事情，就是 AG 这套阵容没有留人能力。就他那个吃叉打一套，然后开大招借加速，再拉扯出来，完全没什么问题。但他打的真的好果决啊！对，他只要小鱼那个2技能一交，他就进去。他这把对双 C 威胁太大了，真的顶不住。卡了3线过来的，直接摁住了大司命，接了一套。女娲这个大招秀不错，王颖的大招直接被打了出来，要往后撤了。而虞姬的输出直接逼退了镜。现在感觉 AG 的阵容阵地战打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只要双 C 的输出足够，就在大司命吃集火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双 C 能给到伤害，威胁到对面。而且他们背靠水晶双 C 是非常安全的状态。没错。马上要刷暗影暴君，出来打的话就容易被绕了。对，这个 AG 要自己考量一下。吃叉上路线送过去，给点压力。所以从秦九的角度来说，是希望 AG 出来跟他们打的。出来打团他们会好绕一些。对。而且秦九应该是要拉拖这条龙拖一下他们的羁绊。做牵制，吃叉上路露头了。但 AG 正面不好直接开，想秒龙，想直接秒龙，3火打在了龙上，哦呦，升跌进去把龙抢了。但是女娲一波大闪，直接把对面的王昭君也给收掉。这样虽然秦九抢到了龙，但是少了个人，推进也没有办法进行。那这波就只能等王昭君复活，而趁此 AG 可以利用人数差，想办法先推塔。或者他们可以等张良的这一波奔狼 CD 好。再找一些机会，但王昭君不在。其实随着大司命坦度就装备的更新，再加上元辅
恢复量的提升。这个大司命如果吃了第一套集火，因为秦九其他3个核不可能把一套爆发所有的技能全都堆到冉翔身上，是的，所以这个大司命活下来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女娲的拆火会非常及时啊，两边的视野都看一下这个位置。大司命上来就是想吃你张良王耀军那一套的，对他现在这个装备是完全能够吃住的，而且身上还穿了个复活甲。是的。叱咤知道正面现在没那么好打了，开始通过边线做牵制了。毕竟你先破了 AG 的3高，对，这个兵线优势是一直在的。所以他带线的时候，正面只要做好一个拉扯，但是上路要去抓叱咤了。奔狼过去要赶着救一下叱咤，叱咤交了一个闪现，躲了一下女娲的大招。上路3火打上，但是近在下路又去过了一波线，相当于断了线。提前把线断了，那 AG 就要时刻小心下路的超级兵。现在其实 AG 正面突然间能接了，对他正面已经比较夯实了，不像前面一样扛不住。对。而且女娲也是一个神装的状态，马上20分钟，风暴龙王刷新，刷在了下半图。知道叱咤是没有闪现的，那这个点女娲跟虞姬的输出环境会好一些。现在他们比较怕进分身探草。秦九现在感觉不能着急啊，得先运一下上路的线。对，利用兵线。但看到木冷的位置在绕，对他想绕后故技重施啊。对。应该是要找女娲，女娲没辉月的。敖影的位置还不错，看一下进过来，在正面想给压力，瞬间先吃了一波集火，然后敖影侧面想找机会灌3火，打到了这个控制链，虞姬倒了，有名刀还是倒了过去。但是正面的话，近的复活也被打了出来，站起来直接压起身了，而且冉翔的大司命直接借加速往里追。然后敖影的大招也被打了出来，张良侧面找机会，就是等你复活站起来，2连击破到手。这样虽然虞姬倒了 ，AG 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并且是一个4打2，所有技能都交给了这个虞姬。但是迫于兵线的压力，马上回防，正面只有3个人，3个人还是想尝试去打一波。有想法，中路有线。敖影和叱咤能不能够守住这个双边？叱咤在旁边想去清这波线，找到女娲，想先杀人，被女娲技能给控了一下，辉月规避了一下，超杀2技能打出来硬杀，而且自己还有复活，还能再站起来。敖影过来救他了，但是站起来以后要被对面压住，而且双火打过去，站明刀要和对面硬换，明刀丝血活下来了。而末冷的敖影状态非常好，有红 buff 粘住了，大帅应该是跑不掉了。是的，先可以收一手。乌有元辅借着这个2技能闪烁往后走了，是的，跑掉了。但是看进过来找到了残血，但是他这波大招没有锁到的话，赶紧后撤。大帅给自己的一个救赎有盾，又变成 AG 要反打了，敖影这波大招又进场了，要往前飞，想配合上敖影，直接把虞姬给秒掉了。这波硬生生的冲阵，但是生年自己也埋在里面，元辅也倒了，无人能挡到手，而且线很好。秦九这边射手还活着，看一下有没有想一波的想法。应该是想利用这波3路兵线的优势，直接打一波了。因为 AG 现在只剩3个人，4打3，兵线有点难清。再等线进来，第一波线过去想卡住，有点卡不住。叱咤不管了，目的就是为了先找你的女娲，卡住女娲之后，回头直接选择点水晶了。让我们恭喜桐乡情久，鏖战20多分钟，终于拿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而且这一局吴璇他的叱咤玩的真的太